我想着你回来，你回来让我开怀。唔使返工嘅日子，平時除咗剪下片啊、拍下片啊同埋揾工之外，我都想趁有時間呢去下旅行啊，所以就睇下啲本地旅行團有咩好玩啦。睇下呢，就見到有大瀑布一天遊喎，我咁大個人都未坐過嗰隻瀑布船啊，所以就參加啦。我所揀嘅旅行社呢，團費非常吸引啊，40蚊一個人喎，咁另外呢，導遊費就16蚊一位。除咗以上團費之外，旅行社咧就會要求你喺3項額外嘅付費活動當中咧選擇其中2項嘅。第一項就係睇 IMAX 嘅 Waterfall Movie， 要額外俾多16蚊。第二項咧就係去 Niagara 嘅 Skyline Tower 嗰度參觀。咁我唔中意觀光嗰啲塔啊嗰啲咁嘅嘢，所以我就冇去啦。而最後一項呢，就係坐大瀑布嘅水手號觀光船，咁呢個我梗係會去揀啦，64蚊，加埋啊，總共旅費就係120蚊啦。嗱，講明先啊，本集內容呢係俾大家參考嘅，我唔係推介，亦都冇叫大家唔好去，所以睇完如果有興趣就自己做決定啦。它會25分鐘兜一圈。所以第一個景點，第一個是 IMAX， 我不去。哦，第一個是 IMAX。哦 ，OK。你第二個不去。對，第二個你在塔下面等我們一下。OK。第3個我們一起去，我們去坐船。坐完船你可以是走啊，我們再上車，然後去午餐。OK。然後這個瀑布還有其他的，這個 House Shoe Floor， 這個是美國瀑布。這個對面就紐約州水牛，這個小的新娘的面紗。憑那個冰酒是下午去。OK。好，可以盡情的。OK，謝謝。開緊車嘅時候，導遊哥哥會講解一下行程嘅大概，而唔參加某一啲活動嘅人，即係好似我咁樣呢，都會同大家一齊去到活動嘅場地，等人哋睇完啦，我哋先至再一齊去下一個景點。咁我發現呢，我係冇登記食午餐㗎噃，而午餐呢，就係喺瀑布區嘅中餐館裏面食團餐，35蚊一位，咁我係可以即場俾現金呢，就參加到啦。雖然呢，我覺得係有少少伏伏地嘅味道啊，不過我實在太好奇食乜嘢啦，所以我都俾咗錢睇下佢係真係有咩食啦。唔知呢一團旅客係咪未嚟過瀑布，所以佢哋見到美國呢邊嗰個就非常驚嘆啊！第一站就嚟到行程上面所講嘅 IMAX Waterfall Movie 嘅電影院啦。等一陣先，點解呢個感覺好似去咗80年代嗰啲一邊有嘢食一邊睇戲嗰啲播放電影院咁嘅？哦，套戲的確係 IMAX 出品嘅，不過已經係80年代嘅製作嚟啦。大概呢45分鐘嘅影片係講述啲加拿大人同埋尼加拉瀑布嘅前世今生，睇到滔滔不絕嘅洪水，哇！講述幾個人跌咗落水都唔死嘅故事啊！咁我今日參加呢個團嘅日子呢係一個星期5嚟嘅，照常呢啲人都要返工啦，係咪？咁所以呢參加團嘅人呢就係大部分都係上咗年紀啦，可能係退休人士啦，或者係我呢啲失業人士啦，或者係口袋有錢唔使做嘅人士啦。我終於明白呢一個景點嘅重要性啦，因為呢一度呢確實係坐完車之後嘅第一個可以有得去洗手間嘅位置嚟噶。每人俾16蚊睇一套80年代嘅影片，同埋可以呢光顧一個好乾淨嘅洗手間咯。正所謂冇嘢食都餓你唔死，但係一定要有廁所去啊嘛！我自己就冇選擇呢一個付費景點，所以我就坐喺樓下嘅 Starbucks 嗰度等其他團友觀光完畢啦，就上巴士再去下一站。同埋嗱，而家嚟到呢度已經係差唔多10點，咁一陣10點20分呢就話上翻架車嘅。
咁如果係咁嘅話，即係由朝頭早到依家係冇嘢食。咁如果大家係有食早餐或者係中間要食啲小吃嘅人呢，就要真係自帶食物啦。Otherwise 呢，就即係連停喺 Starbucks 買嘢食嘅時間都唔多啊。好啦，上返旅遊車之後，導遊就會每個人都派一張船票。嚟緊呢，我哋就係坐嗰隻載住幾百人嘅船，慢慢去到瀑布嘅側邊，感受一下滔滔不絕嘅洪水整到你成身濕晒嘅滋味啦！今日啊，天公造美啦，因為之前幾日呢，多倫多都仲有 heat wave， 尋日都仲係好熱嘅，今日就涼爽啊，真係好運啊！導遊不忘提醒我哋，船上邊係有廁所嘅。咁着成咁點去廁所呢？好多水啊！哈哈！嚟啦，入去瀑布嗰度啦！哇！落黑雨啊！我乜都睇唔到啊！哇！搞錯！哇！黐線！救命！哇！其實咧過到嚟之後咧係乜嘢都睇唔到啦。戴眼鏡嘅人就唔好戴眼鏡啦，不如唔戴眼鏡嘅人不如唔好擘大眼啦。搞乜啊？但係啲人好開心㗎喎，好開心啊！喺呢個10號風球嘅狀態，大概維持咗10分鐘左右啦。大家呢都好開心喺度尖叫呼叫，你睇下我幾狼狽，但係又開心嗰個樣就知啦。其實你話值唔值得坐呢條船去感受一下瀑布嘅威力呢？我覺得係人生一次都值得嘅。唔好睇咗就當嚟咗啊！要親身嚟啊！頭先同團嘅人已經開始話可以肚餓啦，已經就快12點啦。咁啊，你哋自己嚟玩。
當然就係好啦。咁我諗參加呢啲團嘅好處就係你慳咗唔使自己揸嗰個車啦。嗱，即係好似我一個人咁樣，得閒有時間都可以嚟玩。跟住即係唔使自己排隊買飛啊咁樣咯。咁但係如果你唔介意去慣自由行嗰啲嘅，絕對嚟呢度玩係好 easy 嘅，只係需要買飛，然後跟住條隊咁樣去就得啦。咁泊車呢，我記得我哋舊年嚟睇張敬軒呢，呢一個旅遊Niagara 呢個旅遊區呢係好難揾到位，同埋泊車係好貴。咁所以呢一點呢，就全世界嘅旅遊勝地都係咁噶啦，何況呢一度係真係popular place in Canada。咁如果你問我，佢嗰個 IMAX 就有啲伏伏地咯。我覺得真係慳飯啦，嗰套戲又舊啊，1986年拍㗎，大佬。人哋 IMAX 其實真正嗰個咧喺 Niagara 已經 permanently shut down 咗好耐啦。咁嗰度真係嘥氣，我覺得。咁然後第二個站嗰個上個塔我就冇上，我唔知啱唔啱睇，但係嗰個塔又即係舊到咧發黃咁樣咧，都唔知值唔值得上啊！咁啊，但係我就最想就係嚟玩呢條船嘅，係啦，就係咁樣咯。紐約樓，一定係有咕嚕肉啦，一定有貼芥蘭或者菜心，跟住一定又有General Tao， 或者麻婆豆腐。同團呢就有2位印度人呢，佢哋係食素食㗎，咁但係都有幫佢哋嗌到素食俾佢哋2個食咯。每人350個大人都350，呢台。350，平時都食得幾好噶咯。350加嘅，收得貴。係啦，佢都要賺啲嘅嗬。即係一個唐人如果自己嚟一睇唐人街，都唔食噶啦。佢又唔可以帶你去食印度嘢啊、越南餐啊嗰啲嗬，驚你哋唔中意。嗱，好老實講，呢一餐飯要每人35蚊呢，下一次我就真係唔食啦。食物嘅質素係點樣，大家都睇得出啦。喺外面自己食個普通嘅午餐呢，都唔使咁貴啊。好啦，咁而家我哋呢就會起程去Niagara on the Lake 嗰頭啦。我估，因為下一站就係去酒莊嗰度品嘗冰酒啦。我都未得閒問佢其實係俾我哋咩啖啊，定係試下一啲 flight 啊，定係點呢？咁啊，即管又睇下點樣啦。一入嚟啊，好大陣葡萄味啊，同埋啲木味啊。加拿大嘅冰酒世界聞名，呢個旅行團帶我哋嚟嘅呢一間酒莊，規模係加拿大數一數二啊。酒莊仲委派咗識得講英文同埋普通話嘅代表，向團友講解任何關於釀酒嘅知識，你可以隨便發問佢㗎。當然啦，酒莊咁落力去介紹，係希望團友可以疏爽咁樣購買佢哋嘅酒類，大家係隨心購物，旅行團並沒有任何強迫性消費。最重要嘅就係呢一度啊，係旅行團嘅最後一個廁所位嚟啊！入到嚟呢啲地方就最開心㗎啦，係咪？將頭先嗰啲咩咕嚕肉忘掉。
酒莊準備咗3款唔同嘅冰酒俾大家品嘗，每款一啖仔咁樣，由淺入深，味道同香氣都好唔一樣噶。如果想試真啲啊，仲可以叫佢添多少少俾你再嗒多2啖。我發現除咗冰酒之外，呢間酒莊都有釀製其他葡萄餐酒，於是乎我就問佢攞咗啲紅酒嚟試下啦。當然啦，喺我試飲更多之前，我就問一問導遊，喂，我仲有冇時間啊？跟住佢話好多時間，慢慢飲。紅酒仲好飲過冰酒，因為好似同牛扒幾相配，我諗我會要一個紅酒啦。佢帶我哋嚟都係想我哋買嘢嘅啫，咁啊有冇回扣我就唔知啦，唔好理啦，呢啲自己喜歡就得啦。好啦，鴨仔團啊，扣咗個蜜啦，忍唔住，咁啊買到自己中意嘅嘢，咁啊唔緊要啦，即係比起某啲地方逼你去飲茶啊、食糖啊、買絲綢啊嗰啲咧，就已經好好多噶啦。咁加拿大啊，你當佢振興經濟啦。因為本地旅遊今年就好好多，冇人去美國啦嘛。咁啊，呢啲酒莊即係要規模夠大啦，咁就可以接待幾團人咁樣同時間咁樣就好多操唔同語言嘅導遊們啦，即係呢個酒莊自己嘅人咧，都會帶佢哋周圍行，講翻佢哋嘅語言咁樣嘅。好，而家我出去揾巴士啦。今次嘅行程景點編排方面，我覺得幾好。個塔同埋條船呢，好多人嚟講都係要必去嘅。不過嗰個影片嗰度呢，就真係有啲伏伏地啦，所以我俾15分。導遊態度方面，我只係覺得佢同團友交流比較少，開車嘅時候亦都冇咩講，景點介紹呢都唔係好多啊。不過佢係非常盡責嘅，亦都睇到呢，佢有即刻解決一啲小問題嘅能力，所以我俾16分。至於價錢同埋透明度，我覺得佢標價40蚊呢，其實就係只係吸引你參加咗個團之後，逐個活動先同你計。好彩呢，佢就冇任何強迫性購物嘅元素，所以就俾15分啦。舒適度方面，我哋10幾人都坐一架好大嘅旅行車啊，座位舒適，行程又唔緊湊，廁所位亦都好充足，所以俾滿分。最後膳食方面呢，我覺得只係值8分咋，因為中途呢，除咗個35蚊嘅一餐午餐之外，就冇任何安排啦。就算連帶啲人去啲店仔嗰度提佢哋買下水、買下零食都冇。如果冇準備啊，真係會餓住渴住咁出發啊！好啦，今次嘅臥底旅行團大瀑布1日遊行程就告一段落啦。塞車返去多倫多啊，都坐咗成2個幾鐘車啊！各位真係要好好珍惜最後一站嘅廁所站啊！有邊個想我參加啲乜嘢嘅旅行團咁呢？等我又可以拍下啲過程俾大家參考啊！下次嘅臥底旅行團再見。